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欢迎收看，一起来看剧。大家的催更我已经收到了，所以我们隔了一段时间，年后终于要来复更了。虽然太平年已经全剧播完了，热搜也要下去了，不过确实有收到蛮多剧迷的鼓励啊，所以现在一起来努力。那另外大家一直说话外音不过瘾，所以希望叔叔可以一起加入，所以我们来欢迎叔叔编。Hello， 大家。那就为什么加个马赛克？因为今天没化妆，非常简单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新的画面配置，那也可以跟我们讲，我们就找叔叔有化妆的时候全镜头输出，好吗？那我们继续从第3集来看起。前情提要就是王宫发生大火，钱冠薨逝，他要传位。那在宫中大火的时候，忙着救火的人是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岩头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其实是数位清军的第2队的队长，第1队的队长是谁？当头鼠目的何承训，他怎么挣脱？他不是也被拿下了吗？大阴谋就在这里啊！老臣奉大兴献王遗教，请刘郎全两军节度留后之位。我们稍微对一下吴越地图，补充一下，这个是太湖。太湖这边就有几个州也是属于吴越的，但是因为当时其实已经被南唐拿走，所以吴越算是一个半节度使。太湖以西这一块，这个被南唐占领。那你可以看这里，润州在外面。镇海节度使的驻地在西府，就是今天的杭州。镇东节度使的驻地在东府，也就是今天的绍兴。什么叫全两军留后？节度使是皇帝派出的使臣，所以节度使他必须要有皇帝的金节，就是皇帝的授权。最关键的地方是，当你没拿到金节，可是你又私相授受给自己，这时候就会自称留后，在报请中央的皇帝来追认这个事实，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SOP。那权是什么？就权宜之计，暂时性的来掌握两镇，镇东、镇海节度使。那你说他的吴越国王的头衔，因为吴越国长期对中原是4大主义，所以他必须要报请中原的皇帝。那中原是哪？就是5代十国里面后梁、后唐、后汉、后晋、后周，这就所谓的5代。所以现在因为钱元怪在上一集薨逝了，老六钱弘佐他现在要上任，所以他就必须暂代这个节度使的位置。名义上是暂代，但事实上因为皇帝根本管不了他们，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他们就是家传的。可是他必须取得一个合法认证的过程。献王以吴越12州67县100万军民相托付。吴越12州67县100万军民，吴越到了后期的时候，人口成长到200-300万，但这个时候应该是属于吴越的中期时候，所以100万事实上可能略少于它实际的人口，不过大概率是差不多这样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出吴越保境安民的政策是相当成功的。大权臣胡敬司，我后来去查了一下，胡敬司到70几岁要生小孩，所以战斗力十足啊，待机时间长也是蛮厉害的啦，很有活力，在播种，蛮厉害的。此时万不能做小儿女情态之事。皇所年幼，才识浅薄，万事两场领功。我觉得导演真的很细，抓住他，他内心百感交集。此时不上，人家上，那可能你要完蛋。可是又知道胡敬司这家伙心思很复杂，有可能会被他控制，所以在那个当下，他百转交集之后，他知道这个时候只能仰仗胡敬司来稳住这个位置。献王遗教，依托老臣顾命，王位在。副刘郎一直偏殿在线。是，请快同来。他要把他弟弟带走。钱弘佐、钱弘宗这2个因为年纪非常相近，所以历史上感情确实不错。这里有还原史实。君臣之分既定，谢郎此事不当搬家。接受了这个安排，也跟他弟弟走上了不同的路了。当然了，从正史我们知道他弟后来也当上吴越王，但这个有一个伏笔，大家看一下啊，你看那个眼神，你看那个嘴巴抿起来很细，我觉得这部真的很细，那眼神直勾勾的盯着胡敬司看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伏笔。当然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，因为他怎么改变我不知道。咱家这个官衣还有几十匹生马，快去取了。生麻是什么？麻衣、麻布、校服。在台湾话叫号路北秦，孝女白琴。这个时候要做校服，所以这时候也没有时间去找丢掉的布了，就赶快去找白麻布出来做校服。生下属我了，我想将此人击乎忘却，也不知此刻是何时进来，还请督监之罪。哎呀，诺，父亲不可能是外人刺客干的。你看胡敬司他心思很细密，因为发生了严通被干掉，他就在看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不过这样看起来，胡敬司大概不知道他儿子胡搞瞎搞，因为刚才何承训杀了严通，然后何承训被绑在这里，所以这里面就很诡诈。那在宫中之地可以直接杀人，本身就不符合逻辑。所以为什么胡敬司在那边端了半天？而且他自己也是军人出身，手法利落，他很怀疑是何承训干的。不过因为这里的胡敬司他其实有叠合了其他文官的角色，所以稍微复杂一点。
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。代孕场内养兵多年，在青葱第一都里安插几个人，易如反掌。如果就军权来说，代孕军权更大，因为代孕本身是太尉，太尉就是总管军事的，本身又是总领宫中的驻军，因为代孕同时也是胡进思最主要的政敌，所以他就这样去指控。也不可能是此人，他一直被捆着。二则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。这一听就知道有人在帮他开脱，所以你觉得他的同伙是谁？胡锦。没错啊，胡锦在诓他老爹啊、这里面一定有很大的猫腻。胡进思他就在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该如何将就这个局，他现在正在飞速的思考。但是我觉得他应该看得出来，因为他刚才一直在看他的伤口，手法利落，所以他知道一定是一个职业军人干的。可是何承勋被绑得这么好，但我觉得何承勋绑得也很潦草，因为他才绑一条绳子，有可能绑得住。当然胡锦确实跟他有串谋，对，一定是胡锦他们把他给绑回去的。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，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，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。他就是在指使代孕，他用斜眼撇他儿子。不行，天快亮了，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，这宫门得开。重点在五代或者中晚唐时期，宫门晚上是不开的，所以我才会说第一集的时候，赵匡胤的爸爸他当时可以在晚上回城，这个不太合适。这工程内有信得过的可用之兵吗？青从第一都对副以上都是先王亲自挑选，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，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？所以代表这一些兵里面都是先王，先王是谁？乾元观，因为这时候已经走了，所以从大王变先王。那这些人其实都跟乾元观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。这里也显示出在五代十国里面，虽然吴越称王，但他本质依然是个军阀，所以这些军阀节度使，他要怎么去掌控这些秦军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。骄兵悍将，五代特色。带他进来。他把何承勋带进来，天亮了。袁德昭，南唐重臣，也是南唐名相。他刚才说相公跟令公们，令公就指将军，相公就是指文臣的头，宰相总管之心。太尉本将兵于宫门，意欲何为？这里很关键，如果代孕没有把兵马给卸掉，那基本上他还有争辩一搏的本钱。但他这里你看他挥手下马，自行解除武装，石城到。因为如果代孕下马了，他还不开门，代孕会把他撵过去。老岳啊，开门！我感觉要动手了，这气氛不对。这个是瓮中捉鳖，这是古代他在城门的外面会再圈一圈双重门。你如果弓箭来的时候，我可以从上面给你打，有很多的招式，射箭、丢石头、浇热油。所以在进入瓮城的时候，其实在攻城战是非常危险。那为什么叫瓮城？它做成一个瓮形。这就不对了，把门关起来就是瓮中捉鳖，所以你看代孕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了，其他还在慌，他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有人要拿他。奉大王诏命，这里有关键，大王是用教命，不是圣旨，阶级不一样。斩杀逆贼，代孕。很狠，他一个流星锤就把他手给打断了。这个一砸头骨都碎了，然后这个血还喷到袁德昭的脸上，代孕死掉了。奉宣王遗诏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雷阿鲁驻军指挥使代孕。这里一个点，第一个前面练的代孕的官职是很高的。再来，为什么代孕恶狠狠的瞪着何承勋呢？因为何承勋做了他很多年的属下，是他一路给他提携上来，所以第一个他痛骂鼠辈，既是骂来阴的胡进思，也是对于何承勋这家伙非常不爽。所以你看何承勋下手特别的狠，因为他已经投奔了胡进思了。那这里武打打得非常精彩，很明显何承勋的武力是不如代孕的，代孕真能打，所以他一开始先把他的一只手给打断。那当然这背后被围殴。那这里也显示五代是非常残酷的，五代成王败寇，输了就会死，几乎都是这个样子。金节纵犯，擅权军武，抛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军上，谋立嗣主，亲卫都兵甲，夺攻于前，用西安侯洪佑篡建于后，罪犯大逆，这下泄露，夷三族。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。那刚才宣布的罪状里面，当然就是谋反，讲到了钱洪佑就是老三杨子，对，那老三现在还在黄龙岛上面，跟老九一起。对，这里还有一个点，夷三族，夷三族有很多的做法，小范围的夷三族，基本上就是把他的父母兄弟妻子就直系的杀光，大范围夷三族就是父族母族妻族，那就很大了，所以夷三族就大量杀戮。不过在曹魏之后就减少打击的范围了，所以夷三族这件事后来这个范围是有所缩小的。可爱是海上的一声鸟怎么样？山月是侯兄媳妇，在你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。就代表
黄龙社实力更在三月社之上，因为当时的海运很发达，三月社主要是在杭州做生意，黄龙社在海上做生意，它属于海贼，或者是叫道商混合体，有点像后来的郑芝龙，海贼王打不赢就做生意，打得赢就抢你。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的4万匹卷8万匹，何时完来？家穷，上河宫的成功发赏赐，区1万匹卷，还是砸死了。老九，这是因为说他赎身骗钱。2个儿子扔出去的石头，你自家的吃喝用度，自己靠本事挣去。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也是一大家子，你这个当晚辈的，回岛上一遭，不带些提醒回去补贴1、2，可还像话？母亲当然说的是，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以代为宣达，代代为与金帝姑姑说，儿子一当每日早晚代为未来。这里牵涉到代孕的人际网络，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代孕是支持老三呢？这里面有一个角色被消失了，叫张德安。张德安是吴越里面的一个权臣，但是被合并到了胡进司里面去。还有一个角色也被取消掉，叫堪番，比胡进司跟代孕的权位阶更高，因为人数太多了。那这边的设定，代孕跟老三之间是姻亲关系，但是也是血亲关系。可是为什么在这个里面他没有写出他们的关系？洪佑的姑姑是代孕的妻子兼洪佑的乳母，他们有这一层关系，但他这边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带。这他在前面的剧情里面他没有特别提，所以这部难懂就在这里，剧情很精彩，但是细节他做了一些删减。孤城祖宗之宏烈，孤城祖宗之宏烈，这个孤是大王的自称，因为他是王，如果他是皇帝就称正，所以孤城祖宗之宏烈代表乾元观成他的爸爸钱镠所打下的基业，因为钱镠拿到了2镇节度使的权利，当然后来因为跟杨武之间的斗争，所以把太湖以西镇海军的一半给输掉了，但是基本上后来就稳定下来，所以刚才讲这个吴越地界是这样来的。奈何2要立天，不能讨规则之术，40成岁无异于代谢之气，基书不可以久化，庶情不可以发统，亲任人人。太傅2军节度副使洪佐，这里在宣读乾元观的传位诏书，当然这个传位诏书不是乾元观自己写的，也不是乾元观叫人直接写的，这个是胡进司找人拟的，所以吴越王教。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事情是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印章？这里有4个印章长成一样，正常来讲不会这样改。理论上这个王教如果真的要有效果，要有附属，那可能要找宰相其他附属，所以连4个盖一样章，我猜测这是个伏笔。这里面细节挺多的，其实光这个可以去细读，它这个道具也是相当厉害，都是一定程度的根据史实记载来做还原。太傅2军节度副使洪佐，锋锐勇毅，各尽功人，孤令判佐奉印。孤令就是姑且就暂且，因为为什么要姑且一样？因为吴越王奉中原皇帝为主，所以他们所有的步骤其实跟其他称帝的王国的藩镇其实是类似，但是就差一个就拿到授权，所以吴越比较复杂在这里。这也处处显示了吴越后来纳土归宋，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得到，可以和平统一，是有它的一个内涵的所在，因为他们就一直有这个传统。传授2军留后，判佐奉印。判佐奉印，第一个把印给他，权摄权宜，暂且摄指的是监管代理，2军留后，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得到正式的节度使，他要请求皇帝的金节，所以叫留后。经圣心复之，金节皇岳，庙堂礼制。圣心指皇上，金节皇岳，快点给我授权啊！庙堂礼制，因为你要给授权，我才能够把吴越王的庙堂给完成。东南古县，王立君民，今夕一隅，奥哉敬哉，主者知行。这个是正式的朝服，非常正式，所以要戴冠。啊，冠上面加了一个鸡毛冠，大家可以查一查。那这是个正式的装饰，但只是每个人的造型可能又多少有点差异，因为大家知道这种冠它只有手工的，但是带毛的意思代表文臣，他尽忠职守。你看乾隆佐也有。东南不可一日无主。这里胡进司其实是武人，他为什么兼有这个？因为他可能是合并了另外一个权者张德安的角色，所以他是文武兼备。臣奉先王遗教，请太傅传授2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副使。判兵马大元帅副使，这个官衔很重要。什么叫天下兵马大元帅？唐朝除了一开始唐太宗任天策上将军之外，后面大部分皇子在担任军事相关的职务的时候，尤其是太子，都会给他有一个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尤其安史之乱的时候。可是这个职位到了晚唐的时候，已经变成有点烂风，占据一方很有威势、很有权威的大军阀。通常如果对中央效忠的时候，有时候皇帝也会封他天下兵马大元帅。但是这个对军阀就很有意义，因为本来这只封给皇子，那你封给他，那就相当于皇子威胁，那皇子就是王，所以吴越王衔他是有一个礼制的等级的，他不是乱封的。对，所以他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头衔，代表说吴越王在中原皇帝的心中他相当的重要，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是可以开府治世，也就是他这整个官邸的底构不是2镇节度使，而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府，这里面再加上吴越王府这样的概念，督治内外军事，都是等于说他掌有内外诸军事的权利。洪佐德伯，不堪何
得军国之重。你们觉得他在干嘛？他不想接，这个叫做假装不想接，就是儒家的礼教不可以太过张扬，所以像皇帝要篡位，大家还要假装3辞3让。但是因为吴越只是个王国，再加上他是军阀，所以他们就简单一点啦，演一次就好。可是这个时候老家伙要站起来，赶快拱。那谁打 call 了？肯定是策划的谋主，就胡敬思。因为大家可以注意，在这个地方长翅膀的狮子，它不是龙，因为它是王，规制不同。郎君此言差矣，先王与东安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，郎君乃先王嫡脉，于此家国断成之计。郎君乃先王嫡脉，这几个字非常的重，因为整个吴越国这个政变围绕是不是真儿子，所以老三是假儿子。但是老生可能不见得是假儿子，因为我刚才看了黄龙社那边老娘娘的态度，感觉怪怪的，我有一些猜测。其可妄自菲薄，上为先王一命，下负100万军民吗？承受2代先王厚恩。钱流钱元贯，所以真老成也，待机时间长的好处，熬死2任老板了。这时候他转过来，他不单纯的对趴在那边的钱弘卓讲话，他主要对其他的大臣讲话，打 call 要叫大家一起打。对，在此国事未决之际，岂能孤安负义，兵者保身，作为公卿，尔等的忠心呐。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。这还有一个点，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，内衙诸军就是指亲军，在内衙里面是禁军，都指挥使指的是统领这个禁军，那副就是副职。但是到底的副都指挥使在历史上没有写得很明确啦。不过我认为像这种有副职很正常因为这么多儿子要塞一个位置，没那么多位置可以塞的，很多都发明紧，而且让他相互制衡。景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设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治内外军事。弟弟先响应，永保富贵，因为哥哥要上位，除了首席的重臣，这时候是胡敬思，还有中卿之首。那这里面的中卿，因为早期也是真儿子了，所以这里面他就很重要。传西府安抚使，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事钱弘俊，景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设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西府这谁？大哥。可是你看，大哥输给老七，而且大哥其他的实权更大，因为他是管西府首都的人啊，但他称臣啊，所以君臣名分已定，永保安康。而第一时间响应的永保安康，第一时间不响应的就完蛋。那你就看有一个白目现在在哪里，在外面。对，所以为什么他被处理？你懂了吗？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设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王爷们都表态了，但大家这边什么好说的？这里有一个小细节，袁德昭拿着教令，你会发现他没有跪下来，因为他是代表先王。没错，你很聪明，大家了解。这古人的繁文缛节是非常多，因为每个礼节都代表一个礼敬，而这个礼节就代表你本人的态度，那就直接牵涉到你后面你有没有永保安康。有没有永保安康很重要啊，活不活得下去的，不要开玩笑，输了就是要干掉的王权的象征。袁德昭去把他扶起来，因为袁德昭代表先王。接旨，可是你看他的眼神，我认为至少从后面来看，洪左他对父亲的情感是真的。他在那边刷，你知道他刷什么？他在刷单眼血迹。是因为现在的陈训负责他的大人死掉了，所以他其实也是被解官职。对，他现在有一点在代职候审，他到底是活是死？不过因为他已经负责带头干掉代孕，肯定要将功，这个要往上升的啦。有几位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，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，没想到这地喜的也比常人洁净些。但你看他这个嚣张得意的表情，陈昭岳这时候还穿蓝袍，很小的官，紫袍、红袍、蓝袍，他用钱买的。对，他就买个小官。飞鸟尽，良弓藏，严重了，末将不过是这才子大小的病头，你说狡兔死，走路碰还贴切些。那我来问你，他可是狡兔吗？代孕，我给他做过3年的清点，当年东周大战，挑棒我是火箭点燃了船帆，没敢砸倒下来。若不是他，将我一脚踹下水渠，有分头的事，他上当脑出血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代孕在死前那个眼神不可置信，而且愤恨。我对你这么好，没有我你早死。所以这里也充分的展现这部剧有趣的地方是，他把这些相对的小人物，在他们飞黄腾达之前，把他们可能在史书没有写的地方刻画得很好，这历史小说好看的地方。他们心路的转变，我们想看就这个，但跟历史没什么关系了。这个就纯粹人物刻画，相当精彩。后悔了，若不杀他，我自家便是个死，千刀万剐不是情。啊，这更证明什么？掏空案就是他在代孕的眼皮子底下干的，所以何承训也是很贪。你看，这就是五代啊，没有什么礼义廉耻。他贪婪之后，他把他恩公给杀死，亲手干掉他，亲手把他刀头给斩。我们看到这个陈昭岳。
一副吊郎当的样子，看起来就是在盘算着什么。可毕竟七里杀的又能如何？再共情，相口怎么这么难的眼睛了？我不过就是个背负做梦的家奴，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有何还来想苏北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？人物很复杂，他也想要飞黄腾达，他有雄心壮志，但他也知道自己做这些事情是不对的。那他也有贪婪小人的一面，他不好好干，去搞贪污，去搞亏空，搞了代孕都出事。如果照代孕的安排，不见得他们最后会输，因为代孕确实跟老三之间的关系。你可知他为何会死？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大小的病头。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，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了。就在讲说，整个五代十国就是一个不讲仁义、不讲道德，但是拼杀、很活跃、爱拼才会赢的时代，但是也非常的残酷。所以他其实这边也是在讽刺代孕位居高位太久，忘却了外面的危险。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这，殊不知这几十天来天下之事，可算真的由他们说了算。台面下的暗流多了去了，所以吴越里面有一大堆暗中进行的事情。长安天子魏国牙兵，有了7位牙兵，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得皮包骨头临死，连口蜜酒都没得喝。长安天子魏博牙兵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长安指的是都城，天子还是要亲军保护他，这就是五代十国。不管你是皇帝还是地方的国主，甚至是一般节度使，你靠的都是你的亲兵帮助，没有这些亲兵护体，你就完蛋。所以说下层的人说了算，怎么会是你们掌控的？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孕，因结宗分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建于后，罪犯大逆。这个就完全是按罪名，这更不在。特加显露夷三族，西安侯钱弘佑心存险诈，智勇不群，因结内军，夺其交写兵权，符印画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御史台，布告天下。御史台专门在缉拿大官审判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很严重，不仅是夺去了他的刺史职位，还削去他的官爵，还要抓他下去审问。遣使闻之，拿下。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这里叫大表哥，因为他们家两家是姻亲，表兄弟关系。不过其实历史上钱弘处跟陈昭岳并不是直接的姻亲，是远房姻亲。但是有人认为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下，他可能是合并的另外一个角色，因为这里有一个角色没出来，这也比较细了，因为他们有些角色都有一些合并的过程。这是父王一家有证据，孝命上有先王喜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这有3个：先王喜、吴越王保，连盖4个，这逻辑不对。其实教命为何没有诸位丞相大参谋的羁押附属？你看这个梗还真用上了。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原先史手书，可似这个命反倒不是原先史笔记。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，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所以传位诏书是袁德昭写的，但是拿下代孕的诏书看起来就不是袁德昭写的，应该是杜昭达写的。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。口含天宪意思是说他代表圣旨，得夺西安侯的兵权，开启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教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谋的羁押附属，编织不是你等合谋害死的先王相公们，强赵夺军，天又哪有3个？所以你看这个杜昭达做事情也是四谋不密啊。陈昭岳在后面都不错啊。跟他国奏，给我拿下。你看陈昭岳就很冷血。此人是3月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不可却在此处。你所宣读教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3月社东主，南唐细作。当举亡命，罪暂不赦，一定拿下便是。九郎君，前后有一并拿下。都不要走！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9子，前世敌脉，除等来生前一幕，便自强于此，害我性命者，杜昭达、程昭岳睁眼，尔等皆是方休，政府吉祥，夷三族。他这恐吓会有效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自强，古人自杀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其实今天还是嘛。那他这现场秀大家都是正的，他以自杀指控这2个他哥哥伴伴，而且他是前世嫡脉，再所以他是本身姓钱，他是血脉。那钱家重点是他们的家学非常好，所以如果他自强，那杜昭达跟陈昭岳确实会很有压力，而钱弘佐跟9弟关系也不错，逻辑是这样来的。上半节我们先看到这里，刚好差不多到中间，这里大家可以推测一个事情，就是九郎的威胁有效，所以杜昭达就夹着尾巴回来。这杜昭达看起来能力不咋地，我看他后面会倒霉。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吴越国王已经直接换人了，那老六钱弘佐已经正式上位，所以我们可以说吴越的权力的接班斗争开始白热化，从老三被拿下开始，进入到一个新一波的高潮，好吧？那这一集我们就看到这里。那如果大家真的喜欢我们这个系列，记得我们希望观看破2万，点赞过2000，我们马上更新下一期。那如果是 B 站希望观看破5万，点赞过5000，好，我们就更新下一期，好吧？我们就下一期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